好，感谢主，问候各位家人们主日平安。好，也问候所有在线上的家人们主日平安啊！很开心又在一个主日见到大家了哈。虽然这个天气很寒冷但是看见大家感觉心里很温暖哈。每一次见到大家都很开心大家见到我开不开心？非常开心我们又在主里面相遇了。那在这一周当中我相信大家也都经历了神满满的恩典哈。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呢向我们传递了我们教会在2024年的新年意向，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我们一起来再重复一遍好不好？来，1、2、3，祷告有火，心中有话，手中有财，阿们。好，今天呢我就将围绕着这3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拿什么献给主首先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们要献给主的是充满火的祷告什么是充满火的祷告我们一起首先来看一段经文在利未记当中提到了神对于祭司对于百姓献祭的很多要求。比如说第1章7到9节就说祭司亚伦的子孙呢，要把火放在坛上，要把柴呢摆在火上，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祭司呢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呢，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如果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是以鸟为燔祭呢，祭司也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来焚烧。后边到了第6章第7章的时候，又进一步的讲到了，如果献赎罪祭和赎愆祭要怎么献呢？献赎罪祭的时候，要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里赎罪肉不可以吃，要用火来焚烧。献赎愆祭的时候呢，祭司要在坛上焚烧献给耶和华呢作为火祭等等等等圣经里还有好多关于献祭的经文所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经文里面都在讲一个同样的事情，就是不论是祭司献祭还是百姓献的祭物，不论是赎罪祭、赎愆祭、火祭、燔祭不论献的是绵羊、山羊、鸟，还是动物的肉块、头脂油等等等等所有这些祭物都是通过同一种方式献给神的。什么方式？用火来焚烧，是不是圣经里清清楚楚写的要用火烧掉的所以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求这些祭物是要用火来焚烧，而不是用其他方式呢？大家读圣经读过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是不是这个好多次反反复复的讲吧？献什么祭怎么献怎么献，是不是都是用火烧用火烧怎么烧？用金子做了一个坛，是不是在这个坛上把肉块怎么烧，是吧？既然能用金子做坛，能不能用金子做口锅？锅底下放上柴烧，锅里头放上水嘛，对吧？把水煮开了呗，把肉放里头，你用水煮，这不也是一种方式吗？你更省事，干脆连烧也不要烧了，煮也不用煮了，你就咔咔咔咔切了，直接把这个肉献呢主愿你悦纳百姓的祭物，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献祭方式？可是你发现圣经都没有这样讲，神既不允许祭司献生肉，也不允许用水煮，他只要提到献祭的时候，都是讲要用火烧掉，是吧？为啥呢？为什么神在这么多的献祭方式当中，偏偏选了这种方式？其实这个问题呢，原因有很多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用火烧掉之后会产生馨香之气。我们楼下旁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夜市？晚上一走一过，你发现好香的这个香味从哪儿来的？因为有好多烧烤摊，好多烧烤摊在那烤串，对吧？牛肉串、羊肉串，是吧？你发现这个肉如果是生的时候，你去闻它只有血腥味儿，没人喜欢闻这个味道的，是不是可是这个生肉放到火上一烤，是不是香味就出来了？我们看看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出埃及记的第29章18节就说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利未记17章也说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
民数记也说了哈，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以斯拉记当中也讲到了这个事情说你们要献的这些事情要常常的供给这个祭司，好让祭司呢能够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你看这都是圣经的原话吧？圣经当中提到馨香的祭物这个概念提到了50-60次之多哦，反反复复的在讲这个事情。这里我只是说列举了这几个大家如果回去翻圣经，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由此可见神对于祭物的态度是需要把这个祭物放到坛上去焚烧的，以此呢来产生馨香之气那当这个馨香之气产生了之后，神闻到了这个馨香之气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创世纪的第8章当中就提到了挪亚呢为了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夏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我问大家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啥？大家还记得吗？神用40天把大雨降在地上，是不是天都裂开了，地的泉源也崩开了，哇哇哇哇下，地上所有的一切都被水灭掉了吧？只有挪亚一家8口躲在了方舟里，才得以存活下来。当终有一天雨停了，天晴了，云散了太阳出来了之后，挪亚一家终于能从方舟出来了，脚能踩到地上了之后，哇，挪亚就感谢神的感谢神终于把这个大雨停下了，是不是？他怎么感谢神的呢？就是这段话，他就筑了一个坛，然后在这个坛上的献祭，献了祭之后产生了馨香之气，耶和华闻到了这个馨香之气，就说了一句话我再也不会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利未记民数记什么什么的事情，这个是神跟摩西说的，让摩西教导以色列的百姓献祭祭司怎么地要这么做，是不是那请问创世纪的时候摩西出生了没？挪亚那个时候摩西出生了吗？只有方舟一家8口嘛，还没摩西的事呢，是不是？那请问挪亚怎么知道献祭要用火烧呢？谁告诉他的？你看圣经是不是写的挪亚筑坛吧，献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是不是耶和华闻到了馨香之气为啥耶和华能闻到馨香之气？那肯定是因为燔祭用火烧了嘛，才会产生馨香之气，是不是那挪亚怎么知道要用火来烧呢？摩西不还没出生吗？没有接着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献祭要这么写。所以你发现这个事情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神直接告诉摩西，或者接着他的父母一代代传下来。所以神想让百姓用火来焚烧献祭这个方式，并不是从摩西那个时代才开始的，早就神是这个心意了，是不是这样？否则挪亚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事儿嘛。当挪亚顺服神的心意这么干了之后，神就给他一个祝福，也给他一个很美好的应许我再也不会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神说什么？我拿红放在天上作为记号，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用发大水的方式来灭绝地了。果然神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是不是所以22节就说到地还存留的时候昼夜冬夏寒暑夏强都永不停息了。所以你看直到如今四季依然是分明的，依然每天有白天晚上，神依然在信守这个诺言，是不是？为什么神止息了这个怒气，不再发怒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说耶和华闻到了挪亚献祭的时候产生的馨香之气。所以说神悦纳挪亚献祭一个是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说，是因为耶和华闻到了这个馨香之气，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献祭的人，对不对？献祭的人用什么态度来献祭，这也很重要，是不是？神不仅仅希望我们献上祭物，更重要的是神希望的是我们自己能成为那个祭物，让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由此呢产生馨香之气。我们看圣经里到底是怎么来表达这一个观点的。
以西结书当中就说到哈，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呢，好像馨香之气，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哥林多后书也说到了哈，感谢神哈，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在神面前哈，无论在得救的人、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以弗所书哈还在讲这个事情哈，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和供物献于神。所以你看哈，反反复复的圣经在说这个事情，类似的经文还有好多好多哈，我只是挑了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所有这些经文你看都可以在讲一个事情哈，就是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呢看为是馨香的祭物。神不仅悦纳耶稣基督把自己摆上当做了祭物，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效法基督。阿们。这是神美好的一个心意，是吧？神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把自己献上，成为馨香之气哈，在我们的身上呢散发出这样美好的见证来。不仅仅是现在哈，就算是几千年前圣经那个时代哈，许许多多的属灵伟人哈，都曾经表达过这个观点，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来看哈，耶利米书20章第9节就讲哈，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你看先知他在讲啥事呢？我就是要传福音，我就是要提耶和华的名，如果我不再提耶和华，如果我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就觉得我憋得慌。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是不是这意思？我就觉得我身体里头有股火在烧，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我不做我就难受，我就含忍不住，我不能自禁，我就是要做这件事儿。所以你发现这些属灵的伟人们，他们都是有圣灵的火在里面燃烧着他们的生命，由此才产生了那么积极的服侍主的热情，甚至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旧约时代耶利米是这么记载的，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保罗也是这么说的。我们看看哈，罗马书当中保罗怎么讲呢？罗马书的第12章第1节当中就讲到说，所以弟兄们呐，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哎呦，这些经文大家太熟悉了，是吧？好多家人我相信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是不是？但你发现这些经文保罗在讲什么？保罗也在讲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祭物。到了新约的时候，直到今天，我们再也不需要杀牛、杀羊、鸽子啊、鸟啊，可是我们仍然需要献祭，只不过献的这个祭是什么？是我们自己。阿们。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就清清楚楚的把这个观点表达了出来。所以呢，通过第一点我想跟家人们分享的就是我们自己需要接受圣灵之火的焚烧燃烧自己，产生了馨香之气，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需要有火呢？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如香一般美好的存在，我们的祷告也是一种祭物也是要献给神的，也应该成为馨香的祭物圣经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看诗篇怎么讲？诗篇的141篇第2节说，愿我的祷告如什么香陈列在你面前。到了新约，路加福音怎么讲？说撒迦利亚进主殿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干嘛？在祷告。就在百姓祷告祭司烧香的时候，就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也在讲这个事情，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都到启示录了，还在讲这个事情。启示录里怎么讲呢？4活物和24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另外又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第8章第4节也在讲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你看，直到启示录里还在讲这个事情。我们圣徒的祷告是如香一般是能升到神的面前的。不管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反反复复的贯穿了整本圣经，都在讲这个事情。我们圣徒的祷告是香这般蒙神悦纳的。从圣经当中最开始提到香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印证了神的想法。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写到什么的时候，神第一次非常集中全面的来讲有关香的事情呢？就是神吩咐摩西说，你建会幕要怎么建，是吧？会幕祭坛要怎么建金灯台要怎么建，金香坛要怎么建，这个香要怎么做，献祭要怎么献，是不是都在那一段大段话里面一段都在讲吧？我们来看看神当时跟摩西说让他做香的时候怎么做出埃及记30章这里就记载到说，耶和华吩咐摩西，你要取馨香的香料什么，然后呢按做香之法做成呢清净圣洁的香。这个香要放在哪里呢？放在会幕内的法柜前，我在那里要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所以当时神跟摩西说，你们做了这个香，要把这个香放在哪儿呢？会幕里不是有一个至圣所吗？就是在里面用幔子遮挡起来，约柜不是放在那个里面吗？但是在这个外面正对着这个法柜，正对着这个约柜的地方，在这么重要的地方要放一个东西，放啥呢？放香。这个香放在什么地方呢？出埃及记里记载到说，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所以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神告诉摩西说，你建造会幕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金香坛。这个坛上要干一件事，就是要来烧香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香象征的是什么？是圣徒的祷告，就正对着神要跟人见面的这个法柜的正前方。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神的心意，就是借着祷告我们是可以面见神的。这个香要什么时候烧呢？大家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香要什么时候烧？你看出埃及记这个30章7到8节，亚伦早晨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收拾灯是啥灯？金灯台嘛，是不是有7个什么柱子，这个每个柱子上怎么溜什么金的，怎么样，是不是？什么这个金剪刀要剪这个蜡烛，对吧？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把这个香烧起来，然后到黄昏再次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为什么黄昏还要再点灯啊？因为早晨那个灯重新点完之后，是不是一直烧，它总有烧完的时候吧？所以烧完的时候，到了黄昏的时候，它需要换上新的灯，重新把这个灯点起来。这个灯是一天到晚都不可以灭的。整个会幕你看有没有窗户？你仔细读圣经，不管是以前建这个会幕的时候，后来还是建圣殿的时候，有没有窗户？没有窗户的。其实圣殿里是一片黑暗的。那在圣殿里要做事情那没有光亮的怎么做事情？神说好，我给你一个方法，你造个金灯台，在这个金灯台上把灯点起来。所以这个灯是24小时都不可以灭的，一天到晚都要烧着的。所以早晨亚伦去收拾灯，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烧完了，所以早上换成新的继续烧，烧到晚上又灭了，所以黄昏的时候再去点，再去换成新的，再让它烧一晚上。所以亚伦早晨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那为什么到了黄昏的时候还要再烧一次呢？因为烧完了嘛。
所以要把新的香换上，让这个新的香再烧一晚上，烧到第二天的早上，是不是又烧完了？所以早晨收拾灯的时候再烧香，又烧了一天吧，到了黄昏点灯的时候再烧香。我这样解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香烧了什么时候啊？一天到晚都在烧，24小时都在烧，没有停的，跟这个灯是一样的。第三个问题，我想问大家哈，这个香是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散发出馨香之气呢？大家都点过香哈，有的是一根很细很细的那种，有的是一个那个三角锥形的那种，各种不同样子的，有的是条形的哈。那个香你就放在那里，它会不会飘得满屋子都是香味？只有一种办法，拿什么？拿火把这个香点燃，它会一缕烟一缕烟冒出来，它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然后这个香气才能飘得满屋子都是，是不是？只有这种方法。所以香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散发出香气呢？它得被火燃烧，或者说被火焚烧啊，燃烧掉自己，它才能把这个香气散发出来。我通过刚才这些事实是想跟大家说明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的祷告在神的眼中也好像是这香一般，是可以蒙神悦纳的。第二点，会幕当中、圣殿当中，这个香是一天到晚都在烧的。这个香象征的是圣徒的祷告吧？那圣徒的祷告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一天到晚都不可以停止，要常常祷告，就像这个香一样，24小时都在烧，没了就换成新的，没了就换成新的，是不是啊？第三点，基督徒的祷告如果要想散发出馨香之气，需要用什么方式呢？它得被火焚烧哈，是需要被圣灵的火焚烧的。所以哈，通过这样的提问，我是想引发大家思考哈，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了。我再问大家2个问题哈，烧香需要用火来点啊，那哪一次烧香需要用火来点呢？每一次烧香你都得用火去点它呀，你不点它就不会着啊。不是说今天烧这个香点火，明天烧这个香就不用点火了，它只要不点火，它就是放在那儿，它不会产生香气的。所以什么时候哈，基督徒的祷告需要有火呢？基督徒哪一次的祷告需要有火？每一次的祷告都需要有火，就像每一次你点香都得用火去点一样，没有这个火，香就着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好了，那什么时候这个香在燃烧呢？你只要把这个香点起来，你比如说那一根细的香放在那儿，它只要被火一点着了，它就开始一直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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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烧到它完为止，是不是？那基督徒的祷告要什么时候充满火呢？基督徒的祷告应该在什么时候散发出馨香之气呢？时时刻刻的。你只要开始祷告，这个祷告就像这个香一样，它应该一直散发出馨香之气，而不是隔一会儿断一下，隔一会儿断一下。你见没见过哪个香，这个被火点着了之后，找一会儿说：“哎呦，我累了，我烧累了，我断一会儿吧，等我睡一觉，歇够了，我继续燃烧。”那就怪了，就见了鬼了，是吗？他只要烧起来，他就会一直烧，直到把自己完全的烧尽。这就像以前那首歌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哈，它就没法结出许多籽粒。这香也是这样，它只有燃烧掉自己，它才会产生这个香气。所以圣徒们的祷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祷告也是这样的，每一次的祷告都需要有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当我们祷告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让这个火持续的、时时刻刻的、一直不停的烧下去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当中也有清清楚楚的经文哈，佐证了这个观点。利未记哈第6章说到，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这是圣经里讲的哦，这既不是哪个教会的牧师，也不是哪个神学家，这是神亲自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命令哦。所以哈，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的祷告要充满火，不可熄灭。这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也是神给我们清楚的命令哈。
好，这是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应该拿什么献给主呢？是充满火的祷告。第二，我们要拿什么献给主呢？是充满了神话语的心。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是怎么来描述这个重要的真理的。诗篇的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申命记也说了：“以色列呀，我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弥迦书说什么呢？诗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圣经当中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希望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神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因为在他的话当中有神的道，有神的诫命，有神的律例，有神对我们的吩咐，有神一切美好的心意和旨意。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献给神一颗充满了神话语的心呢？为什么我们的心中要充满神的话语？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往往献给神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或者说是我们觉得神会喜欢的，但其实它并不一定是神喜欢的。大家觉得阿们吗？我举个例子我呢就特别喜欢吃榴莲，我爸呢就一点都不喜欢吃榴莲。以前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榴莲很好吃，我就觉得它营养很丰富有一天逛超市的时候难得碰见榴莲在打折，我就买了这个2大块带回家。我说爸，你看我今天买了什么？我说我买了榴莲，我今天好便宜啊！我说来尝尝。我说爸，你没吃过的吗？结果人家老先生说啥呢？去，拿一边去，那玩意儿那臭的，闻都不想闻，还吃你给我2钱我都不吃。我才发现我喜欢的东西，我爸他不一定喜欢，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跟神，作为儿女跟父亲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喜欢很多东西，我们觉得这东西很好可是神并不喜欢的，你献给神，神也不悦呢。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新闻真的是让我这个匪夷所思在英国呢有一个教会叫英国的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这个教会呢是基督教的新教圣公宗的教会之一历史非常的悠久16世纪的时候，在英格兰宗教改革的时期，是由当时的英国的君王亨利8世领导借着2个非常知名的神学家托马斯还有呢这个理查德来建立的。这间教会直到今天为止都是英国的国教会在英格兰有2500万名会员你想想整个英国才多少人可以说这个教会是英国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几个教会之一就是这样的一间教会在去年的2023年的2月份，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议案，说是啥呢？说教会呢应不应该为同性的伴侣做祝福的祷告。在这之前他们还提过好多议案呢同性伴侣就是同性恋2个男的要想来教堂举行婚礼，教会应不应该开放教堂给他们承办婚礼？2个女的要来办婚礼，教会应不应该给他们办婚礼？后来到了23年又提出一个议案，说大家我们来讨论讨论教会的牧师们可不可以为这些人做祝福祷告？提出来了这个议案之后，就多次的开会讨论投票，最终投票的结果是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成了3大类人，主教团呢有42个人，42个大主教36个主教都投票给了赞成，4票反对，2票弃权。200多名神职人员111人都投给了赞成票，85票反对，3票弃权。平信徒也有200多人是代表这不是说几千万信徒吗？从这些当中选出了200多人作为代表，103票都投给了赞成，92票反对，5票弃权。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少数服从多数这个议案就通过了。在2023年的12月12号，英国圣公会的主教议事呢，经过这个投票就正式的批准了。从那一天开始，
就可以在教会的礼拜当中为同性伴侣们进行祝福的祷告。而且害怕他们这个不知道怎么祷告，还提供了一份方案啊，包括这个8套祷告词，还有1套赞美词，供这些主教们来参考使用。荒唐不？那这就是事实哦。你说这么影响力悠久哈，400多年历史的一间教会啊，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你说这个教会缺不缺读过圣经的那些知名的神学家们？缺不缺那些这个非常会讲道的牧师们？在整个英国可以说是影响力非常非常重要的几大教会之一，但是他们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原因是啥呢？他们觉得做这件事啊是为了神做的。英国的人口当中有相当大比例的一群人群都是同性恋人，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教堂应该开放给这些人呢，应该也欢迎这些人来聚会呀，应该也给这些人展示出包容和爱呀，他们也应该得到神的祝福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就都能来教会聚会了吗？哎呀，这样他们以后不都能有机会来信主了，能成为基督徒了吗？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的，他们觉得自己在为神传福音呢。我想请问大家，你说神爱不爱罪人？也到什么税吏家吃饭吧？是不是也跟这个很多这个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指责耶稣，不就是说你看这个人怎么干这些事情，对不对？神也很爱罪人的，可是神会不会跟罪人一同犯罪呢？你可以传福音，这没问题，但是你不能说，哎呦，我为了跟他传福音好，我就跟他干一样的事情。以前有一个这个青年教会，有一个小弟兄，好不容易这个大家给他传福音呢，他终于做了决志祷告，愿意来信主了。但是呢，他仍然有很多老我哈，所以呢，他就有一个习惯一直改不掉，他就特别喜欢去 KTV。哎呀，时不时的就去，哎呀，时不时就去里面唱歌，哎呀，时不时就去里面喝酒，所以慢慢的呢，这个参加小组也不积极了，后来干脆就不来参加小组了，再到后来呢，参加主日聚会都不积极了，到后来干脆连主日聚会都不来了。这个青年教会的这个负责的这个弟兄就说，这不能这样啊，说这是迷羊啊，我们得找回来哈，这个神也很爱他呀，不能就任凭他这样，是吧？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说这个弟兄这不是经常流连于 KTV 吗？我也跟他一起去 KTV， 我陪他去一段时间之后，我全然而退，然后我就跟他做见证，你看到没有？我可以全身而退，你也可以的。他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啊，然后他就联系了这个弟兄，你今天在哪儿呢？我去找你玩啊。然后他就跟这个弟兄去 KTV，隔三差五去，经常去，经常去。他去哪儿他就陪他去哪儿，他待多久他就陪他多久，他喝酒他就陪他喝酒，他唱歌他就陪他唱歌。这样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结果是什么？他也进去了。他没把人捞出去，他也陷到里面去。所以我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当然爱罪人，我们也应该给罪人传福音，这没有问题。但是你方式方法要对。他做这个事情，他是想把这个弟兄捞回来，你说这个心是好心吧？他本来想做的这个事儿是好事，他是为了把迷羊找回来呀。他本来觉得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是为了神而做的呀，他也是出于好意啊。可是你发现最终他们献给神的居然是这样一同犯罪的结果，那你说神喜悦吗？我刚才讲英国圣公会这个故事也是，他本来的初衷是那样，结果用这个方式来干这个事情，你说神看到了这个事情会怎么地？你要是上帝，你被气个半死啊！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心中有神的话，这很重要。你如果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早在创世纪就讲了这个事情，神就只造了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没有造2个亚当，也没有造2个夏娃，也没有造4个女人，是吧？春娃、夏娃、秋娃、冬娃们，这个多帮帮亚当呗。既没有一夫多妻，也没有一妻多夫，那这就是神最开始设立婚姻的旨意。你如果真的读明白圣经，你就一定知道，那这就是神的心意的。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心中一定要常充满神的话，这样当魔鬼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胜。
是不是魔鬼也曾经3次的去攻击主啊？你从这圣殿底下跳下去，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跳啊！当然，结局我们知道哈，耶稣是没跳。但是我想请问大家，如果耶稣当时真的跳了，你觉得耶稣会不会摔死？会不会？我相信耶稣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就是跳下去，我也不会摔死的。但是为什么耶稣没有跳？因为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的神。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回击魔鬼的，因为耶稣心中充满了神的话，所以他不会被魔鬼的这些小伎俩欺骗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2点就是，我们也应当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常常的向神献上的是一颗充满了神话语的心，这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神的话在哪里？都在圣经里，是吧？盼望家人们都能够坚持的读圣经，把神的话牢牢的记在心中。当然鼓励大家坚持写灵修笔记，在你聆听神的时候，神也会把他的话分享给你，告诉你。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盼望家人们要天天坚持读经阿们。那就请对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你要天天坚持读经哦。所以鼓励大家要读经我们是不是有建了各种读经群？没有入群的要抓紧入群哦，入了群的要坚持打卡很重要要充满神话语。第3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手中的财物。圣经当中是怎么说到关于手中的财物如何献给神的？我们看利未记22章讲到了凡从牛群或者是羊群当中要将平安祭呢献给耶和华，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才蒙悦纳。以西结书当中说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马拉基书当中说什么呢？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马拉基书后边又讲到了，说你们又说，哎呀，献祭这些事情何等繁琐，还嗤之以鼻。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行诡诈的在羊群中，他本来是有公羊的，可是他许愿的时候却用的是有残疾的来献给主。神说这种人是可咒诅的。利未记当中也讲了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也不可以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等等等等等等，圣经里这样的经文太多了，是吧？你发现所有的这些经文当中都在讲一个事情，献给神不可以是这样的，对不对？说的非常清楚旧约当中神要求以色列人献的祭物是要无残疾的、瘸腿的、没有病的才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献祭用的这些牛和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来，我选2个代表问一下来，阿姨，就献祭的这些牛和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都被杀死了？对，被杀死了。都被杀死了，是不是？好，来，姊妹，我问一下有病的牛是不是牛？是牛啊。瘸腿的羊是不是羊？是啊。那这些有病的、瘸腿的跟没有病的、不瘸腿的，最终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结果？都是被杀掉。是。好，大家都认同这些观点吧？不管这个牛和羊有病没有病、瘸腿不瘸腿、残不残疾，是不是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咔咔咔咔杀了脖子，放了血，剥了皮，把肉从骨头上拆下来，剁吧剁吧，咔献到坛上，哇，一把火烧掉吧。好，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还非得神要求必须得献无残疾的，必须得献没有病的？你有没有病不都是被杀吗？他又不是完整的一个献的，他不都是剁碎的，都是剁成一块一块肉块吗？什么脂油分出来，什么头壳砍下来，是不是？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既然结局都一样，还为啥那么多要求嘞？因为神要的不仅仅是他的百姓献上祭物，而且是献上最好的祭物。献给神的不可以是普普通通的有残疾的，不仅要献，而且还得献最好的，不是只是献上了就可以。这是神的心意啊，阿们。所以说旧约新约都在讲同样的这个观点，
旧约当中民数记18章29节说，分给你们的一切礼物，要从其中讲至好的，就是分别为圣的，献给耶和华为举祭。到了新约，以弗所书还在讲这个事情，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疾病的，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你发现是不是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这个事情？神希望教会，也就是我们，是洁净的、圣洁的、荣耀的，毫无玷污的，没有皱纹的，没有病的，没有瑕疵的。这是神美好的心意。神希望让我们把最好的一切献给神。所以说到这儿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故事很多很多年前在老家教会就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呢，一对夫妻她丈夫呢还没信主，但是呢，他妻子已经信主了。然后呢，每年到了这个寒假，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快过年前，教会呢就始会举办这个叫冬令营。这个冬令营呢，有的时候是针对弟兄的，去的都是弟兄；有的是针对姊妹的有的是专门针对主日学的，有的专门针对这个年轻人的。经常一去呢就是3、5天，然后一个营会接一个营会接一个营会那你想就是这么多的营会，这么多的人，他总得有一个接待场地吧？去了大家就是全封闭的去了就一直待在那儿，吃住都在那儿，然后结束了再走。那你说这么多人一聚3、5天、5、6天，是不是得吃好多东西教会呢并没有那么多财力，所以呢每年举办这些营会之前呢，都会跟弟兄姊妹们呼召，说大家有感动的，有钱的奉献钱，有物的可以奉献物然后呢，这对夫妻他们家呢种地就种了很多玉米我们东北叫苞米就种了很多亩地的苞米。到了冬天那个时候呢，他们刚好把那一年的这个种的苞米就打回来了。那打回来之后呢，他们就要把这个苞米粒搓下来嘛，把这个苞米粒呢分好。有的呢是比较大的饱满的，但是一定会有些是比较小的呀、瘪的呀，是吧？那你卖的时候，你如果掺在一起卖，它不是卖不好价格吗？所以他为了卖好价格呢，他就会筛，就会选。把好的大的放一起，把瘪的小的放一起，这样分开了之后不是更好卖吗？然后呢，他就分出了10麻袋，其中呢有8个麻袋呢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大的、颗粒饱满的，有2麻袋呢都是有点小了呀、瘪了呀、这个不好看的呀、有斑的了、缺的口了这样的然后呢，有一天这老婆就跟她老公讲说，老公，那个我们教会马上要举办那个冬天的营会了，那个教会在呼召说信徒们有能奉献的奉献。你看咱们家那个玉米刚打完，你说要不咱们也奉献给主点，也奉献给教会点。她老公以前真的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的，结果没想到这天他老婆跟他说完这个事儿之后，他想都没想，特别痛快那你就把那2麻袋拿过去呗。你听他讲这话，那你就把那2麻袋拿过去呗。哪2麻袋？可痛快了，他还觉得，你看我以前我都不奉献的，我这次我还同意你带2麻袋过去呢。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讲，你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基督徒都是这种心态？他有东西，他也愿意奉献，但是奉献的是那2麻袋的。而且还沾沾自喜，那我总比某些人铁公鸡1毛不拔啥都不奉献还好吧，我还奉献了呢。神当然悦纳我们的奉献，但是我刚才讲的，神要的绝不仅仅是我们只是献祭而已，而是无残疾的、完美无瑕疵的。旧约当中说的是这样的事情，新约当中其实讲到了教会就是我们。神希望神把我们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神希望我们自己把最好的一切献给神。这是神始终如一的在圣经当中想表达的观点。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2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他一直很难完全彻底的奉献，都是因为有很多纠结。但是我今天想通过这2点向大家阐明这个心意。第一，本来一切都是神的，本来所有都应该归给他的。大家觉得阿们吗？圣经里说，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你说我们的房子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财务、儿女、工作、身体是不是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哎，大家觉得我们的呼吸是不是神赐给我们的？那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怎么能证明我们的呼吸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约里讲到一个故事，亚拿尼亚跟撒非拉呀欺哄圣灵，说所有人都要把田产变卖了，把钱拿来这里奉献给教会，凡物公用吧。使徒就问他们：“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地都卖了？卖的所有的银子是不是都在这儿了？”其实他自己留了一点，他说谎了。他说：“都在这儿了。”结果是什么？因为他们欺骗神，所以神就惩罚他们。砰！立马就倒下了吧。她老公前脚刚倒下，被人抬走出去了，后脚他老婆又来了，同样的问题：“哎，这不所有钱都在这儿了？”“是，所有钱都在这儿了。”“是不是又倒下了？”“又抬出去了。”这圣经里清清楚楚记载的吧？神如果把我们的呼吸拿走，下一秒钟我们就去世了。所以是不是连呼吸都是神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这本来都应该给他。可是神并没有要我们的全部哦，神还留了很多钱，让我们能够维持生计，可以生活，买衣服，可以买菜，这是不是要感恩？所以这是第一点，对吧？第二点，为什么神要我们献祭给他？不是说神需要这一切，而是我们需要这一切。从旧约的时候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包括直到现在，是不是一直圣经里都教导你要献把什么什么什么财物献给神？以色列百姓也好，今天的教会的信徒也好，是不是都在持续不断的几千年了一直都在把自己的钱拿来给神吧？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奉献的这些钱，神有没有收到一分一毛？旧约百姓献牛杀羊请问这些牛肉羊肉神有没有吃到一口？他都不需要吃饭，他是永活的神，他全天下都是他的，他一分钱都不需要。这些东西说是献给神的，但你说神有没有花我们的一分钱，吃我们献的一口肉呢？这些事情最终的好处都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了。阿们。所以为什么说神要我们献？不是说神需要这一切，是我们需要这一切。马太福音当中说，你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想起来你向弟兄还愿，你就把礼物放在这儿，你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是为要叫你得福。看上去他是献礼物给神，但神说你要先跟弟兄和好。请问这个人际关系对他来说重不重要？所以为什么神要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需要这个人际关系。神之所以有这些要求，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一切，更何况我们献上这些之后还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说盼望家人们当我们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都能够心甘情愿的把最好的一切献给主。神看重的绝对不仅仅只是我们献的是什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献祭的人，还有献祭的心态，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一套大别墅，也有好多房子，你愿不愿意把面积最大的这间房间献给主，采光最好的这个房间献给主，房型最好的这个房间献给主？有一天你也种了好几亩地的玉米你愿不愿意把最好的献给神？如果有一天你有4个孩子，老大非常听话，但是学习成绩不好，老二学习成绩特别好，但很不听话，老三是又不听话，成绩又不好，老四呢，哎呀，又听话，成绩又好，你最喜欢的就是老四。有一天他辛辛苦苦读了好多年，终于毕业了，找了一个年薪几十万的工作，然后来跟你说，哎呀，爸妈呀，我不想去这个工作了，我想去教会全职服侍神，但我的收入可能只是现在的连1/10都不到，你们想让我去吗？你作为父母，你会怎么回答呢？你愿不愿意把自己最喜欢的孩子献给神？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拿什么献给主？你愿不愿意把最好的这一切献给你的神？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来祷告。
我要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来给我们一颗心，能够让我们愿意向神献上充满火的祷告，能够让我们愿意向神献上充满了神话语的心，让我们能够愿意把自己最好的财物拿来献给神。我们一起来为着自己的心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美好永生的圣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把你自己独生的爱子献给了我们，为我们舍命死在了十字架上，使我们本来应该在最终灭亡和沉沦的人能够有机会，甚至能得到永生的福分。主啊，相比于你给我们的，我们献给你的真的是太少，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主，我们有这样的一颗心智，愿意从今天开始把最好的一切献给你。主，我们愿意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的火充满，被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愿意把充满了火的祷告献给你，如香一般陈列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愿意把一颗充满了神话语的心献给你，我们愿意天天的坚持来读经，来灵修，来读你的话语，来聆听主你的教诲，来明白主你的心意，把我们所献的一切都献在主你的旨意中，是讨主你喜悦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最好的财物献给你。也许我们没有很大的房子，也许没有4个孩子，也许没有很多的土地，但是我们拥有的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现在手里拥有的所有的这一切最好的献给神。主啊，因为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是你的。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一个美好的真理：奉献会带来祝福，真心的奉献会带来加倍的祝福。就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颗心智，在2024年当中做一个祷告有火的基督徒，做一个心中有神话语的儿女，做一个愿意把手中的财物奉献给神的仆人。就求主你悦纳每一个现在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所献上的有声无声的一切祷告，就求主你将你的恩典旨意在新的一年当中毫无保留的赐下，与城市立位教会同行。谢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听我们的呼求，这样所有一切交托仰望的祷告都是我们众位弟兄姊妹们同心合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今天的讲道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但不要只停留在这里，可以把我们每一次的链接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每个礼拜天，我们都邀请你加入我们立位之家，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主日。你也可以联系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更多的信息分享给你。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